们先上场的这一位，其实是喜丹的老朋友，去年没来，也是今年德云社的独苗。方主任，对，方主任，对，在剧场里边修炼了1年，他其实已经是一个挺稳定的单口喜剧演员了。掌声送给勇敢的尚九庆。谢谢大家。这节目《喜剧之王单口记》好啊，这个节目特别的好，好在哪里？你们发现了吗？每年都往里边塞几个说相声的。就因为这件事儿，阎鹤祥没少请我们上过节目的师兄弟吃饭。他说我们的表现巩固了他在脱口秀界的地位。其实啊，当年上这个节目之前，我俩都处于事业的一个迷茫期，都选择了出国去旅行。他整个摩托摇哪跑啊，带回来了很多的人生感悟和素材。我跟他不一样，我带回来的是各种各样的冰箱贴。当年比赛里边，阎鹤祥还提过相声的大旗摇摇欲坠。我的2个师弟岌岌可危，我就是其中一级。我来的很急，回去的更急，我一共就来了那1级。时间真快呀，3年了，这是第2级。感谢节目组，如果明年来的话，人以为我参加的是奥运会呢。哎，很多朋友会说，你是不是当年上这个节目不用心，当个活干的？各位真不是，当年我为了上这个节目，跟单位请了2个月的假，结果弄个当天去呀嘛，当天回啊！脱口秀观众也听2人转呐，还剩1个月零30天。我就回单位了，回来坐飞机的时候更加闹心，边上坐了一小孩，那小孩哇哇哭，他妈怎么哄也哄不好。北京妈妈哄孩子很好玩，我听着去了。然后那个哄孩子说：“宝贝儿，别哭了好吗？兄弟，大哥，怎么还越说越来劲呢？祖宗哎！”我都看懵了，我说这孩子长得太快了。我一说这话，他妈不愿意了。哎呦，你可真逗，要不然你哄。各位，我一点都没生气。首先他妈说我逗，二一个不就是哄小孩吗？我就把当年参加脱口秀比赛的稿子给那孩子又背了一遍。祖宗睡着了，我那个段子就该纳入医保。过道那边还坐了一大哥，更爱聊天，一看这画面还跟我说呢：“哎呦，这小伙子真棒啊！”讲了半段，这孩子就睡了。你德云社的吧？所以很多人也不理解我说为什么今天还要坚持来上节目。我不就琢磨嘛，我说的再来节目，争取能走2轮，完了曝曝光，啪啪火。我想的很好，直到去年呢。我在线下和翟佳宁演了2个线下的拼盘演出，我碰见了大翟，也特别的高兴。我说兄弟，当了冠军了，走起来了，优秀！我还给他拿俩冰箱贴。大翟很疑惑的就看着我，你一个比了1轮就被淘汰了的选手，能跟我一起演拼盘，咱说心里话，本质上没有任何的区别。但凡我要有活，我能碰见你吗？我给冰箱贴又要回来了。不管有活没活，我希望都能回到这个舞台上，因为2年前我就死这儿了。我希望在我脱口秀上边能打开一扇门，哪怕我从里边爬出来是个活死人，因为活死人死不死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不有活吗？谢谢各位。谢谢九七，喜欢九七今天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
大林看着这个感受如何？五味杂陈呢，有点。其实挺好，而且我觉得这次把他的长处都发挥出来了，因为九溪模仿能力特别强。我觉得这一次比上一次准备的更充分了，而且也怕跟上一次似的没有什么机会说改言，这一次提前都说完了。这次请了几个月的假？这次我还是2月假，完了我这回坐绿皮回去能。首先勇气可嘉，真的是第一个就拍着就上来了。我没有那么内行，但是我大概知道这相声跟脱口秀还是有区别，他说的方式也有区别。我得问问，你觉得比上次是有进步吗？您是想说上次得多次是那意思吗？坏了，播完了上回的那个点击率比这回这高，都想看看上回那个。我觉得是那个相声的味儿啊。没有以前明显了。你如果你不说上九溪是一个相声演员，可能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脱口秀演员的感觉。完了，我回不去了。我觉得你是肯定还能调到那个相声的频道。你是跑了很多开放麦是吧？对，跑了2年吧，大概。因为为什么想挑战大宅，也是因为看到和强者的一些差距，然后也是我一个进步的一个空间。这我觉得他有这个心态，也有这个胆量，把自己扔到这开放麦里边去，然后再不断的磨呀，2年的时间不断磨自己，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我觉得九溪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就九溪他其实一直想进步，他一直没有停止学习。因为作为相声演员来说，你面对的相声观众和脱口秀的观众基本上是并不重合的2拨人，他要调整不同的表演状态，以及要有这个勇气，不站在自己的，咱就算那边是舒适圈吧，我也不知道你舒适不舒适啊。我要舒适，我来这边干啥？没有，开玩笑啊！就还愿意不断的在学习，在尝试新鲜的事物，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对，反正现在也是发现这问题的严峻了。这节目我算了，第1年我们一共说相声来了3个，去年2，今年就剩我了。明年这么发展下去，都不让我来了，明年应该。一直会有你的，一直会有你的，对。其实这节目很多相声演员也有来报名，我也带着他们的期许，我说就是拿到一个自己满意的成就可以了。然后我这就是托付了吧，反正相声不死，本来也没死，没死。我们掌声给九溪。那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大家对他的名字可能有点陌生，因为他是今年的新演员，来自广东。我们掌声欢迎来自高校喜剧的鱼仔。哇，谢谢你哈！我首先非常开心可以来到这个舞台，我终于站到这里了，非常开心哈！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哈，我叫鱼仔。谢谢你们啊！朋友们开始炫耀了，我是一名富2代，曾经就当了几年。这么说吧，在我快意识到我家有钱的时候，我家就穷了。朋友们，我是96年出生的，我大概在2000年对我家有些基础的记忆。当时我记得我家那个条件很好，2000年已经有车有房有电脑了，就那个生活怎么说呢？别墅里面唱 K。当时我们家财富自由，现在我们家就财富他们自由了。为什么我们家有钱呢？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工厂专门做那个摩托车的最风光的时候，朋友们。整个大街上你们能看到的摩托车跟我们家都有关系，真的，当时我真的觉得那些什么摩的佬都是我们家司机，甚至每次会去工厂的时候，都有那些工人都会一起叫我公子的，我都飘了，朋友们，当时我当时在想，我以后不要继承这家工厂，我要继承这帮工人，甚至我每年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回去我妈那个农村过年，真的，我们是地位最高的家庭。我们地位有多高呢？我是唯一一个在年夜饭不用表演的小孩。朋友们，真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家道没有中落的话，现在那个什么张雪的机车，就叫鱼仔机车。我甚至说话都可以很机车。朋友们，真的我都不用管上节目，朋友们，我直接赞助节目，2个。朋友们，真的，那些嘉宾坐椅子坐了这么多季了，不要坐椅子，坐摩托车，对吧？朋友们，真的，那什么分为主领校员，你们都叫领航员，你们甚至可以坐在摩托车上面给自己喜欢的选手
加油；不喜欢开走。那朋友们啊，炫耀那么久哈，风光的时刻总是会过去的。我过去的还挺快的。03年，老家禁摩了。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有飞车抢劫，有听过吗？给你们复述一下。一般就是会有个人在前面骑那个摩托车，后面会拉个人呢。然后如果你在路上用手机，直接过来抢你手机。你要是不给他，他就拿把刀这样子。真的，朋友们，以前砍一刀是真能抢到手机的。而且啊，你只需要拉一个人。最开始刚进摩的时候，我们是有机会翻身的。但你们知道吧？有钱人一旦落魄之后，就会想尽办法快速翻身，对吧？我爸选择的方式就是跟这个时代做对抗，他要跟自己的命运赌一把。他开始疯狂的买那个足球彩票。说实话，朋友们，我最开始觉得买足球彩票应该也没什么的，但我爸这个人呢，太爱国了。当时我妈还劝我爸，她说能不能别买了，都输这么多回了呀。我爸还说你不懂，哪有球队一直输。朋友们，真的时代的潮流跟球队的输赢我们难以预测，但我爸的愚蠢势不可挡啊。钱被他赔光了，当时真的没办法，只能把房子卖了嘛，电脑卖了，摩托车卖不出去。当时我们家从一个非常大的大平层搬到一个非常小的小破房，不到30方呀。我当时总感觉应该要否极泰来了吧，朋友们，祸不单行呀。前面有说到嘛，我妈农村人，当时为了跟我爸结婚呢，就把农村户口迁到城市跟我爸在一起了。然后我们家落魄之后呀，农村拆迁了。当时最少的一个亲戚分到了4套房呀。你们别忘了，我们把户口迁出来了。你们知道现在那些亲戚怎么对我们的吗？现在亲戚对我们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左边一套，右边还有一套。朋友们，我最开始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天都塌了。朋友们，我原本出生的时候，他给我安排了一个富二代和拆二代的剧本呢。我爸我妈一人给我撕了一个。我现在回去广州农村，我们变成地位最低的家庭了。那帮亲戚开始在年夜饭叫我表演脱口秀了。我现在真的好羡慕他们呀！那帮亲戚他们那个大平层好大呀。我原本有我的，朋友们，你们知道他们大平层有多大吗？他们那个大厅两边的窗口打开，中间的风能把人吹走的。我都不是什么穿堂风，穿堂台风啊！我那个表弟还过来跟我炫耀的，表哥最近刚毕业，打算买辆车，有什么可以推荐一下？我说你刚毕业买个什么10万块钱新能源就挺不错的呀。他不是表哥，我预算有50-60万。我说你刚毕业，预算有50-60万，我真替你高兴。但你就听表哥的，你不要买车，你多看看球。我爸前段时间还跟我说，他说儿子，爸打算再搏一把。我说爸别搏了，搏一搏最多单车变摩托，我们要摩托有什么用呀？他不是的儿子，爸最近看上了一个项目，爸打算去种那个砂糖橘，真让他种出来了，朋友们，太有毅力了，我这个爸，跟我们家摩托车一样滞销了。现在真的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把那砂糖橘放到网上去卖。啊，你们应该有看过那种广告的，帮帮我们吧，砂糖橘跟摩托车都滞销了。朋友们听得出来，我对我爸是有那么一点点怨言，但其实现在我已经完全不怨他，啊，因为我现在甚至有点心疼他，因为他种砂糖橘已经种了1-2年。因为有一天我看到他出门那个很心酸的背影，我突然感觉他在跟我说句话：你在此处不要动，我去给你种些砂糖橘来。
朋友们，真的啊，我也很想跟我爸说句话。我说爸，最重要是你不要动，接下来交给我吧。谢谢你们。谢谢鱼仔。喜欢鱼仔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谢谢鱼仔。刚刚这个演的过程中，紧不紧？其实是有点紧张的，因为真的第一次站上这么大的舞台，但我觉得，我已经尽力把自己的状态调到最好了。因为我觉得我在开放麦看过这一段，至少更松弛的表演，对，跟观众的连接可能会更紧密一些。几位，鲁豫老师刚刚看的时候，我记得你是第一个给了他鼓励的。我是觉得他是一个有着创作能力而且极有勇气的一个新人。先说优点，我觉得你把一个所谓时代的一粒灰具象化了。谢谢你，谢谢你。我觉得你是有创作，你要相信这一点。但是可以挖掘的地方，就可以提高的地方是，中间你看你到前面去已经渐入佳境了，但是后面有一点点开始沉了。在我看来，有一些地方其实你可以多了一番儿。在我看来，多的一番儿就是当你说我已经混到了乡里面，他们让我继续演脱口秀的那个时候，其实可以接到砂糖橘。中间你又翻了一番，就是那个什么穿堂风跟表哥之间对话，那个是气氛开始有一点点掉的那个时候，我觉得其实就多了。但是因为你要保持那个结构完整的话，其实前面机车那部分到后面砂糖橘那部分已经看到了时代的一粒灰，包括最后还有一个背影的那个文学性的表达，其实已经非常好了。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很感谢您能这样说，因为其实这整个事件里面全都是真实的，我想把这些细节给大家看到，就是。那我也支持你，因为首秀就是要讲自己想讲的。谢谢。就接着鱼仔这话说，我想问问黄渤老师，因为他就是有这个坚持，说我真实的故事、真实的身边的人，我就要在台上，即便我是脱口秀表演，我也要真实的表达出来。但是有时候咱们做喜剧创作也好，或者更广泛的戏剧创作也好，那舞台上的真实跟生活中的真实也是两件事儿嘛。一个是提炼，另外一个就是，就是他有的时候加工可能是需要一定的加工。对。而且我刚才是觉得你的那个特点特别明确，一下能让人记住，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儿。其实你就天生具备这个特点，而且我觉得就是每个地方的地方色彩，其实就是一个你特别丰富的一个创作素材库。对，我觉得我最大的特点应该就是普通话不好嘛。反而我觉得这还是有可能是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在大部分都是比如说东北的、北方的，但是你的广东话广普吧，就是我们能听懂，然后呢它又还会有一点点幽默感在，所以我觉得你其实那个度拿捏的是很好的。当然你有你的问题，比如说我觉得有的地方可能那个你的文本和那个劲儿中间有一些悬殊，你的劲儿会过大了，然后那个文本可能它没有到那个度，你可以稍微收一点，但是你整个起承转合，我觉得还是很棒的。还是有点紧张的，很好了，第一次了。从我角度来讲，其实我觉得就是您作为广普，就说这广东人啊，已经这个普通话说得很不错了。哎呀，尤其是我们这舞台上，你比如说我们之前2季的老朋友戴维，他特别慢。他也是广东人吧，是吧？对吧？他是那种就慢悠悠、慢条斯理的。您这个其实又保留了这个广东的风格，还能其实是有点紧张啊，说得快，但是我们还能听得清楚。其实这个很不容易。但我觉得卢豫姐那个说的特别对的点在哪儿啊？就是您中间有很多节奏啊，其实马上就要起来了。我能感受到，对，在这里马上就差一口气，您这儿没顶上来，可能换别的了，你知道吗？咱从那个摩托车的领域来讲啊，就它特好像那发动机，你知道吗？你有那个这拖拉机那发动机，有那拉线儿那个，就你得给它拉起来，它才能动。你总歇一会儿，然后那个知道吧？你倒是给我们拉起来呀！太瘦了，没有力气。对，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很有潜力的，因为在这舞台上可能也是刚来。我相信你有一天咱把这摩托车骑走那么一天。在这台上，下一位朋友呢？其实他第1季的时候就来过节目，但去年调整了1年，今年他会用一个更新的表演形式登场。他给了我6个字儿，叫不装了，纯抽象。我们掌声有请卡卡。
大家好，我是卡卡。今天的形式不太一样啊，今天是以这个读诗的形式。轻轻的，我来到了理发店，门上写着免费理发和招学徒。我便免费冲昏了头脑，完全没意识到别人为什么要在招学徒的时候免费理发。剪到一半，我意识到他是学徒。出于礼貌，我问他：“你是学徒还是店长呀？”他说：“我是来装路由器的。”我说：“这个头发你能再帮我修一下吗？”他说：“修一下可能没时间了，只能帮忙吹一下。”我说：“也行。”他说：“你的侧脸有点像张凌赫。”我说：“谢谢。”他说：“吹完了。”有点意思啊。最近跟好久不见的朋友出来吃饭，他看着我的头发安慰我：“卡卡，心头3天丑。”我那天没剪头发。我喜欢无厘头，我喜欢莫名其妙。大家好，我是卡卡。我来上海7年了，其实刚开始过来，我爸是不同意的，但他知道我在这边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才慢慢跟我断绝父子关系。来这边我找不到工作，我亲戚让我请他吃饭，说他在这边是做那个招聘的，他拍着胸脯说，如果你没有工作的话，可以找。我一直在等他说可以找我，没有，他就说没有工作可以找。我去租房子，我让中介带我看一个毛坯房，他说您的预算只能看毛嘟嘟。我说毛嘟嘟是什么？我第一次听。他说我带你看个毛嘟嘟。有时候我觉得没有人尊重我的感受，比如说我的室友很没有边界感，他总是偷偷用我的洗发水。我说你喜欢偷可以去超市偷，你别用我从超市偷的，可以吗？我去买衣服也是，店员总把我试好的衣服收走。我说这个是我试的，他说这个是女士的。我去打针也是，护士说可能有点痛哦。我说有点痛是多痛？他说你有没有被狗咬过？我说有啊。他说哦，那你还要再打一针。最近我在戒烟啊，但我的朋友们都不借给我。没人在乎我的感受。我知道，因为我的存在感很低。比如刚刚有个段子，我在喜单一讲过，根本没人发现。看大家的反应就知道，明年还能讲。但我不想面对，我不想面对，我是逃避型人格，我不喜欢看结局。《三国演义》我看到诸葛亮去世，我不看了；《水浒传》我看到他们被招安，我不看了；《百年孤独》我看到《百年孤独》我就不看了。我喜欢算命。有个算命的老师傅说他算得很准，我找他算过。但小伙子，我说句不好听的，你恐怕活不过26。我说我28了呀。他看着我，沉默了3秒钟，说：“鬼呀！”我喜欢算命。我路过静安寺，那是我第一次算命。老师傅说他会看面相，我不知道面相是怎么看的。我说那你觉得我怎么样？他一副很为难的样子，说你不太好看。
但他又说虽然你不好看，但你有烂桃花。我说什么叫烂桃花？老师傅说就是有人爱你，但你并不爱他。我给了他100块钱，我说那个人是谁？老师傅说我爱你。讲到这儿，谢谢你们，我是卡卡，拜拜。谢谢卡卡。喜欢卡卡这段表演的朋友，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哎呀，哎呀，好奇妙的一段表演啊！反正就我感觉很像是一场测试。是在测他还是在测我们呢？肯定是测我们呀。就感觉，因为有我们都知道这个幽默分很多种，就是说这包袱有的是视觉上看到的包袱，有的是听别人讲述的包袱，有的是直接文字跃然于眼前的包袱，是吧？这个是不是你在测试？比如说这个东西如果写出来，我念出来和我讲出来不一样？其实我的记性很差。然后呢？然后我可能得看那个，然后因为我的记性很差嘛。卡卡，你紧张吗？紧张，我挺紧张的。你会觉得这个读诗的方式会不会消解一点你的紧张感啊？哎，有一点儿。是刚想出来的，是吧？刚感受到。我刚才给这一票，我的原因是我刚才突然在想，如果是别人读诗这个形式，你会不会觉得很适合？就我好像想了很多脱口秀演员，可能都有点奇怪，但他放在这儿吧，读诗虽然还是怪怪的，但是你本人也是怪怪的，就会觉得哎，还挺融合的。所以我觉得你这场实验也许可以，我不知道啊，但也许你可以做下去吧。对。那就干吧，那就干下去。对，有点太先锋了。怪是真怪，这个确实挺怪的，跟刚才那个刚才有一位选手林建七还不太一样。俩怪，这怪的方式不太一样。挺好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是多元的。林建七的怪我能理解，卡卡的怪我得研究。他跟林建七不同的是，林建七是意识流，他的本质其实是 one liner。他本质其实是一句话的喜剧。其实你中间有很多点是很匪夷所思，是很怪的，是可以拍灯的。但是因为这是比赛，其实你应该给我一个更充足的理由。此刻我拿着，我为什么在读？那真的是诗。如果是 one liner 的话，我会觉得你的理由不是特别充分。但如果你要理由再充分一点，我可能会拍那个灯。所以你可以再把这个形式再做下去，但是再找一个更好的一个理由。然后那个 one liner 其实另外一种形式，你也可以去尝试。你很适合做one liner， 我觉得。谢谢老师。没事儿。其实很多是非常标准的一句话笑话。对，有几个特别逗。肯定是今天紧了，不然那个戒烟的笑话应该会笑的。就是我最近准备戒烟了，可是没有人借给我。对他那个，他有点，是好多朋友没听清，我感觉当时，是吧？好，那我应该是完蛋了。没事，但好处是你记性很差，他也不会对你造成很大的创伤。我觉得这东西好像有点挡他那包袱了，反而是吧？观众会觉得，哎，你是不是又要干点什么？但是真是太坦诚了，你有点太坦诚了。对，其实我也喜欢写诗。我也有在那个QQ 空间什么发表。怎么聊到这个话题？我从小就喜欢写这些东西，对，然后所以读诗我也是觉得可能我也想试试这种形式。如果你问我今天的感受，我就跟鲁豫老师想的是一样的。那如果是读诗，就把它的形式感做得再强一些，要让观众听出来这是一组诗。比如它每一组诗有个标题，有某种韵律或者重复的节奏在，也许会让你更舒适一些，或者让观众也会更找到那个节奏感在哪里啊。是有道理，挺好，勇敢的尝试是成功的必要条件。
谢谢卡卡。下一位要登场的演员是一位新来到我们舞台的演员。据他自己说啊，平时就是一个行善积德、乐于助人、货真价实的这么一个老好人。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位老好人的心声。掌声欢迎来自厦门来风的武科伟。哎 ，Hello， 大家好，我叫武科伟，我老实，我这人面相老实，看得出来吗？从小就老实，就是从小人缘好，老实人缘好，经常放学路上会有哥们儿等我。有个哥们儿每次见我来都很高兴啊，会掏出小刀耍一套，让我把钱给他。我后面反应过来，哦，这是勒索。我之前一直以为他在卖艺的，很难确定的。然后这个哥们吸烟挺有意思的，烟吸进去，从嘴里吐出来，能再从鼻子里吸进去，帅。那是我们村第一台抽油烟机。他跟我们说这招叫做追龙，我说这应该叫方太吧，多合理呀！他前阵子去看周杰伦演唱会，发朋友圈那个文案我受不了，说周杰伦是我的青春。大家青春跟周杰伦有什么关系啊？他打架都不用双节棍的，他是刀郎啊，他是。我又不是那个，我不想他喜欢周杰伦。青春喜欢周杰伦的应该是我这种人，对吧？有一点内向，有一点孤僻。我们走在路上也不讲话，就戴着个耳机，自顾自的听歌，自顾自的听歌。他打的就是这种人啊！装什么？我实在想不到他跟周杰伦能有什么关系。我想了半天，我说哦对，周杰伦是有一首歌叫《等你下课》，合理了。我不喜欢我自己这个老实面相。长大还长这样，你说奇不奇怪？他们说我看着就像那种愿意做好事的人，还真是。高铁上那些要找人换座的情侣专挑我，专挑我。你们知道这种被人坚定选择的感觉吗？上次有个哥们，他女朋友坐我旁边跑过来，他都不讲要干嘛，直接跑过来，帅哥，这我女朋友。我说啊。你介绍我认识一下吧。我愿意做好事，但我希望自己付出是真的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你跟我换座可以，但如果换完座以后你们两个人只是坐下来在那里各玩各的手机，那我不同意。我希望看到是你们跟我换完座以后两个人坐下来立马迫不及待的法式热吻。你们求婚，你们早生贵子。那你就是张站票，我都愿意给你让座。这座当我给孩子的，不要了。但那天我还是直接给他们换了座，但我有我的小心机的。我为了让他对我换座的感激多一点，我起身的时候跟旁边一个根本不认识的老头说：“我说我先走了，爸。”这样他都不跟我说谢谢，他点个头就坐下了。太没道理，在我想象中这样啊，他应该说点什么了吧？得说点什么了吧？他得说公若不弃，某愿拜为义父。他女朋友在旁边，时代的良心，然后整个车厢的人都围过来，起哄，喊我讲两句的，还吹老虎哨，还有给我扔钱的。还有给我扔未激活的17 Pro Max 的，这才是我要的做好事的反馈。我们从小看的那些公益广告，从来只教我们、鼓励我们去做好事，对吧？从来没有鼓励我们说谢谢。我就很在乎那声谢谢，很在乎。我地铁上很喜欢给老头让座，但我真的很在乎他那声谢谢声音大不大，听见的人多不多。当然我自己也会提高音量，我说大爷。来这里坐。上次有个老头啊，他说谢谢。我说你大声点的，没人听见都。那老头说小伙子，大爷声音就这么大了。
我说那你再去别的地方看看吧，谁座位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老头大骂了我一句，我就知道他会大声说话，抓什么？我让座真的很在乎情绪价值，我最烦那种一点情绪价值都不给的老头，就那种你让座他也坐，他不说谢谢，他还要反过来说小伙子，其实我不累。哎呦，显着你了，我真是。谁问你了？不累不累，你做50个波比跳呢？没人问你累不累。我所以让座，我有我的理想型老头，我的 dream 老头，我的梦中情头。我的梦中情头是那种现在不常见了，以前经常有的，就地铁里那种职业乞讨的老头。那种老头进地铁的时候2条腿还跑得飞快，闸机都恨不得跨过去。到地铁里就突然没有脚了，就2只手划着那个小推车过来，会拖着个高功率蓝牙音响。这种老头别错过，很舍得给情绪价，你只听人群中一声蓝牙已连接，我的高能量男孩来了。大胆的给他让，他不会辜负你的。我说大爷来这里坐，这种老头一般麦克风就别在这里，擅长情绪干拔。听到我的呼唤都谢谢，谢谢这位善良的小伙子，好人一生平安啊！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小伙子别闲着，你坐我推车吧，你值得世间所有美好啊！这种老头别说让座，我愿意给他养老。我就想做好事，就想被夸。路上摔倒的老人，我是一定会扶的，只要他还有力气夸我。我朋友说：“难道你扶就是为了夸吗？”是，你当我是浮夸吧。他说：“那你不算好人。”他想象中的那种好人的新闻，完美好人应该是资助贫困山区儿童的人，最后被挖出来，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乞丐。平时天天在地铁里认认的，私下里献出一大堆爱，他干嘛要把好人的门槛拔这么高啊？我今天就想替家人们把好人门槛打下来。只要做好事就是好人，对吧？只要做好事就值得被谢谢，对吧？谢谢我吧。我讲到这里，我叫武科伟。谢谢武科伟。喜欢武科伟这段表演的朋友，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谢谢武科伟。紧张吗？还好还好，讲完就不紧张了。刚才你别管了，稍微有一点吧，感觉大家可能对我这个题材有一点，可能我自己也有问题了。你觉得呢？我觉得挺可惜的，因为是一个挺少听到的切入的角度，而且这个写作的结构其实非常单口，就是我先假定一个可能听起来有点荒谬的前提，但是经过我的一层一层推演，它其实是合理的，是好笑的。但我也不知道是哪里没有那么严丝合缝的跟观众卡在一起。其实你的那个切入口挺特别的，但是你在以一个特别老实人的状态在说这件事儿，但是你给人的感觉呢，又有一点小邪恶。小恶魔。对，然后你就会觉得你的话题好像和你的这个人有一点点在2种状态里面，就会有点游离。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我们挺好奇您怎么做坏事的。我以为您会后边挺极致的，我是觉得其实您这方向挺对的，您也挺适合这个的。但是后来反正就有点隔靴搔痒，他没到我们那羊肉那儿啊，这有点难受。行，大家今天痒肉长得有点高，没够着。但其实不是，其实我觉得他有自己很完整的自己那一套。其实这个你感觉应该能出来很好玩的东西，黏黏糊糊的，按不戳的给你一下，按不戳的给你一下啊，黏会。其实我就觉得它就像个，这一个钥匙跟那钥匙眼儿，它要是对上了进去了，然后就怎么扭它都开。这种感觉太对了，我就一直在那里对那个钥匙眼的感觉没对进去。对，也找到了，大家都跟上了，但我觉得就会好很多。明白。其实你的切入角特别好，就是带有一点点
不是完全正面在讲一个好人好事，而是把我内心的人内心可能会有的一些不为人所知的没有那么美好角落呈现出来。但作为观众，我当时感觉我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信息，此刻我是要正面的去看，还是我也要怀着内心那个小小的隐秘角落去看？我是应该共情还是该批判？我当时一直在找我的那个，因为我们是有一些各种规训的，就差一点点，但其实角度非常好。其实不光你在找那个门的那个，其实我们也是在找的。我就觉得，如果他按于博那么演，可能观众就会代入的更容易一点。比如你上来先委屈一下，我就想要你给我说个谢谢，就有一点这种东西，然后你在舞台上的人物可能就会，观众无论给你的是同情还是怎么样，他可能会更能接受你当下的处境。明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也是老朋友了，从脱口秀大会就在陪伴着大家。不难听出来啊，有点年纪了。我们看看这位人到中年的朋友要跟大家聊点什么。掌声有请戴维。Hello， 嘿，大家好，我是戴维。谢谢。对，啊，确实是老朋友了。其实我今年已经37了。对，都说男人过了25就是60，所以我今年72。我觉得人的衰老它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往往就是一瞬间。我的那个瞬间就是我女儿第一天上幼儿园，我把她送到校门口，给她系鞋带，我一弯腰就闪到了，我当场给她跪下，我好久都起不来，女儿当场吓哭，也给我跪下。爸爸不要死！那天学会一个道理，小孩鞋子还是得买魔术贴的。我很仔细的回想了一下，好像就是在我女儿出生之后，我身体就开始有这种断崖式下滑。我感觉自己跟一个水果手机一样，就下一代一出来，上一代就很多问题。那现在很容易累，就感觉续航变差了，那相当于电池老化。那接下来中年发福，就电池鼓包，再往后憋不住尿，电池漏液。看过一些那些自然纪录片，对吧？里面的动物都是生完下一代，完成使命，就可以去死了。看完有点害怕，我就说那 AI 有没有例外 ？AI 说有的动物一交配完就死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个腰肌劳损哦，发作的时候整个人是站不直的，得一点一点去找一个没有那么痛的角度，最后整个人变成一个 S 型，那种状态就很像打麻将手里捏着2、3条的人，就不要碰我的腰肌。但就算不发作的时候，还是会有1、2分痛。我的腰现在的最好状态就是隐隐作痛。所以你看，中年为什么喜欢把手背在背后，就是为了方便随时揉腰椎。真的，历史上都有记载。你看李白他在《静夜思》的插图里面都是背着手的，就是因为他写这首诗的时候已经超过25了。他举头望明月，低头就对腰椎产生压力，那开始思故乡，哎呀，要不还是回家躺平吧。都是这样的。那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他是真扛不起来。典型中年人，虽然腰软，但是嘴硬。尝试了很多治疗方式啊，最后发现还是按摩比较有效。这按摩真的很神奇，它通过对长期承受压力的部位施加压力，就可以减少压力。按多了慢慢明白了。你看那个按摩师傅吭哧吭哧给我按1、2个小时，我的劳损就转移到了他身上。我这个人劳损了。现在有一个固定的按摩师傅啊，我每个星期都得去找他一次。我真没想到，我人到中年最离不开的，居然是另外一个中年男人。有时候出差久了，止不住的想他，想念他白色大褂和手指淡淡艾草味道。已经是个脆皮中年人了。上次跟朋友约去健身，打车去的，下车的时候门把手一拉，手肘往外一顶，肩膀就拉伤了。
朋友问我你是上了多大重量，我说我硬拉一个车门。很多娱乐活动也不敢做了。我觉得中年人是不配因为娱乐而受伤的，对吧？你看年轻人玩滑板骨折，大家都很理解；中年人打球骨折，大家只会说你何必呢？没有人同情中年人。中年人钓鱼甩到高压线都不会有人同情，只有剪辑到短视频《死神来了》第386集，还被评论区嘲讽哦，嚯，中灯变电灯啊！现在真的经不起折腾啊！我觉得出趟差都很怕这些舟车劳顿，就不得不对交通住宿开始提高要求。但年轻的时候哪那么娇气，对吧？我以前出门也是通宵做硬座睡大厅，无所谓。所以我觉得年轻人才应该被叫做老腊肉，因为他们对运输和储存的要求都很低。中年人才应该叫小鲜肉啊！你一不注意保温和卫生，我们就坏掉了。但老年人又不一样。那我看那种老年暴走旅游团，我每天4点起床，走4万多步，怎么做到的？难道过了60就又是25了？肯定是退休以后闲的，因为鲜肉变成腊肉，最重要的就是咸。我爸就退休了啊，他今年70，换算过来相当于15嘛。他身体比我好得多，你从打喷嚏就能看出来。我现在打喷嚏是有可能会闪到腰的，打得越快越容易闪，那属于是一种快闪活动。我现在鼻子痒，我就开始找一个支点得扶一下，找不到的话就咽回去。我爸不一样，他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完全不管不顾的自主独立的打喷嚏，而且那个声音特别大。他家里面打喷嚏我都会耳鸣，他是最经典那种，好像被人捅了一刀，而且是快进快出那种，感觉他还跟我炫耀他身体有多好，退休金拿得比我久。他每一个震耳欲聋的喷嚏都是一次庆祝，那跟乒乓球得分一样，社保回本了，感觉大家还挺有共鸣的。确实，现在年轻人好像越来越多人身体不好。你看今年节目组很贴心，给大家升级了这有靠背的座椅，明年估计有按摩座椅了。说的我都想躺了啊！我的腰也挺了超过5分钟了，得先闪了啊！谢谢大家，我是戴维。谢谢戴维，喜欢戴维今天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再次谢谢戴维，这篇是真情实感啊，非常的真情实感。但我看你刚刚从那个地上跪着弹起来的那一下，又非常的流畅，因为我今天没有发作。等一下可能会回去恢复一下。而且现在好像就这个话题越来越适用的年龄段好像越来越宽广了。咱们这儿最年轻的是大林，是不是？我也觉得不太行了，我今年刚30。主要我这个就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就这个时间给你的一种心理暗示。往常就小时候没觉得什么，反正现在肯定首先熬夜熬不了了。熬夜都熬不了了，然后这个感觉身体什么各方各面的，当然我也向来不以筋骨为能啊，我也不是这个特别利索的人，反正就在干什么自己心里就先来说，我来不了，我真不行。你为什么要问我？我是最没有经验的人啊！你得问博哥呀。嘿。啊，因为博哥已经又到18、19那个岁数了。刚才我就在这说，我说的这些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结果开始说他爸了，我一看这跟我一样，劲头贼好，你知道吗？我大概是属于这种。过年的时候，我还跟一发小，我们2人就自己随便买了个便宜机票，我们就出去坐9个小时的什么公交，然后徒步啊，然后什么这种的。坐9个小时公交？这是那个大巴。我刚才一直以为这是一个年轻的表现，直到刚才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已经开始逆转了。对，所以说呢，刚才到最后我也一直我说这灯是拍是不拍？不拍，好像感觉是说我怀恨在心了。结果我拍了，好像
他说的也是我，知道吧？鲁豫老师其实一直是我心里一个高精力的代表人物。特别不好意思，真的是特别不好意思。在这个时代，你就会觉得，如果你还是一直如此高精力的，然后乐此不疲的工作，它不太符合整体的大的氛围。所以你有时候会觉得有点觉得啊，这样会不好意思承认。但是有没有办法？你明白那个感受吗？我不明白，我很脆弱。但是我无条件支持任何年纪的人都有权认为自己体力大不如前。他只有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可能会真正的完全审视自己的身体跟人生。我比大卫还大1岁呢。咱们差不多。对，你89的是吗？对，我89。对，我还比你大1岁，但是我现在好像正处于我那个很高精力的一种状态。但是我刚才听大林说的时候，我特别有同感，就是我在他这个岁数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特别的容易犯困，然后哪儿都不舒服。但是你好像熬过了几年之后，你会觉得现在是一种所以我再等1年。其实无所谓，就是每个人跟这个世界发生互动的方式都不同。其实你这样完全没耽误你做任何事儿。下一位要登场的演员是这个舞台上的新人，但他其实是我们很多脱口秀演员的老朋友。我们掌声欢迎于适。大家好，大家好，我叫于适啊，很显然不是演《封神》那个于适啊，于是乎的这个于适哈。我叫这个名字有些时候真的挺尴尬的，就我偶尔啊能听到类似的话，什么张三受不了失恋的打击，于是跳楼了。我是一个东北人啊，小的时候是那种很傻的那种小孩，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就知道了哈。我记得小学1年级正在上课，老师在黑板上在那写字哈，我就忽然想哈，我说如果现在我大喊一声，然后马上装作认真听课的样子。老师是不是就不知道是我喊的？然后我就喊了啊！老师回头看到的场面是全班同学都在看我。我小的时候还有那种很远大的梦想，我想当皇上。我研究过啊，我知道帝王在出生的时候都是有预兆的啊，比如说什么红光满天啊。我问过我妈啊。我说你有没有印象生我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红啊？我妈说当时好像费翔特别红。我还有一个梦想啊，去美国留学。然后这个梦想呢，在23年的时候，以一个很狼狈的方式真的实现了。去了一个非常差的学校，具体是哪个学校呢，就不告诉你们了哈。有点学历羞耻啊。我怕说出来学校给我抹黑。某 K 这么评价我们学校，说硬件设施简陋，学术氛围没有，需要推荐几个国内同等水平的中专吗？去这个学校是因为只有这个学校对英语的要求足够的低啊！哎呀，我们学校录取率真是接近100%。给 offer 也特别的快啊！我就准确来说，那都不应该叫 offer 啊，应该叫自动回复。你这边刚提交完材料，那边就 congratulations to you。学校求贤若渴，宁可错招1000，也不放过一个。我们毕业率啊也是100%，国外的学校有的宽进严出，有的严进宽出啊，我们学校随便进随便出。我专业是戏剧，我觉得可能对讲脱口秀有点帮助哈。没有想到是要演莎士比亚的剧的。哎呀，我这个英语水平，哎呦特别没自信。我听上课那个录音啊，发现我说台词有东北口音。土币熬挠的土币，这发音啊，你就感觉哈姆雷特老家是齐齐哈尔。但是老师哈从来不炸着我的英语啊，不炸着哦。鼓励我啊！就上课回答问题，无论回答成什么样，他都说好，永远带着微笑说 good， good。我说 sorry， I don't understand the question 啊，我问题都没听懂啊。老师 very good， 你就感觉老师的词汇量也很有限。我问问题的时候也是，老师哦 ，that's a great question， 哦，
这是个伟大的问题啊，伟大的问题。我就问能不能上厕所。我没有选择再学一学英语，然后去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学校，是因为等不了了哈。22年的时候本来过得就很压抑哈，而且当时啊，小某书上突然间出了很多那种骂脱口秀演员的 repo 啊，现在当然也很多了，你们应该都刷到过对不对啊？有的应该就你们发的是吧？啊，哎呦，反正当时给我骂的受不了了，我想赶紧换个环境哈。我爸不支持，我爸对美国所有的了解啊，都来自于某手啊。他就觉得美国不太安全，总担心我在美国会被击毙。真的啊，去了之后呢，一直没有碰着枪战啊，不是说没有啊，没碰着。我在那边2年啊，看见过吵架的次数啊，都没我去游乐园1天看见的多。我最危险的一次经历啊，是坐地铁啊，当时车厢里啊人已经很少了，然后旁边几个美国小伙吧，突然间开始跳舞。我就有点害怕了啊，我不太明白，我说这是为何起舞啊？然后下一站就下去了，下去之后我又觉得怎么这么没出息呢？就我不仅害怕在一群人面前跳舞啊，我还害怕一群人在我面前跳舞。但是我觉得如果当时跳舞的是印度人啊，我可能不会害怕啊，他就该跳舞。这个梗啊，我还在美国的中文脱口秀讲过啊。讲完了之后，没想到哈，也有观众发小某书骂我。我深刻的理解了什么叫虽远必诛。就我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谢谢于适。喜欢于适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谢谢于适。刘宇老师很若有所思。他其实中间有一个他的观点的表达，我觉得还是挺有态度的。我当时其实想拍，但的确，就是你那梗最后他没想，我觉得那很可惜。就是你说在地铁上看到那些人在跳舞，你出来以后那个思考，他其实那是一个非常有态度的一个思考，因为它其实涉及到跨种族、跨文化的一些思考，它很深的。但可能因为它是不是太过尖锐有表达的话，你只是点到为止。然后之前，其实你构建了好几个非常好的场景，我总觉得这几个场景都很好。如果你要挑一个呢，关于学校的，关于英文的，关于你对种族之间、跨种族、跨文化的一些深度思考，彼此的刻板印象，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心理的较量，其实都是一个好的话题。怎么？付航，那个我跟陆姐说2句，因为于老师，说实话哥很开心又看到你回到脱口秀的舞台，我跟陆姐真的特别开心。坐一个，特别开心。因为其实于老师呢，他已经说脱口秀很长时间了。我们在北京说脱口秀的人，所有人都知道于老师。就于适就行，于适。就是于老师最开始说脱口秀的时候，他最开始就是在开放麦，第一次特别凉，然后所有人都以为他要放弃了。他1年，后来自己一个人赶了300场开放麦。然后当时我们都非常佩服他的毅力和坚持。他后来琢磨出了几套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经常一块演出，有租房的内容，还有他自己之前做司仪啊，做司仪的内容。然后呢，就这几套都是非常精彩的，只不过说他真正精彩的内容其实并不是现在的这个状态。然后我非常开心看见哥，然后也非常开心你回来。谢谢。我们笑挺开心，刚刚我跟雪琴都蹲在地上笑可开心了。对，我们几个因为我刚才已经爆笑了，我觉得是非常好笑。对，然后付航说没有拿出来最好笑，我说那最好笑有多好笑？对，刚才这段我觉得特别好笑。对，反正就是分享在我从费翔我就觉得非常好笑。反正我们都 get 到了，我觉得你这段传播出去，还是会帮助你找到你的观众去看你的专场。感觉会的。对，一定会的。还有我想问一下，就是于总，你去美国留学是为啥？我一直没好意思问你，是为了追求喜剧的真谛吗？是他去那儿到处上开放麦。即使是感觉现在也不能说是了。感觉没有成来。我们都非常爱于老师，希望看到你更多作品。爱奇艺。